SC9S 就是平衡，就是它从听音乐、看电影，我觉得都算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状态。你不会像有些商霸它是很适合去看电影，有些商霸它是听音乐很好听的。SC9S 我觉得基本上它两者都做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时隔多年呢，台湾 LG 终于又引进了这个中高端的桑霸产品。之前我们所介绍 QP5，其实它属于比较小型的款式呢，价位也比较入门。那这次我们所要开箱介绍的这个 SC9S， 便是 LG 所最新推出的桑霸。那这款桑霸其实在早些 CES 展的时候 ，LG 它便计划就说要去跟今年的整个新款的 LG 电视，以及他们家非常著名的这个 C3、G3 OLED 电视去做整个搭配哦。那当然它有一些相对应搭配的功能，我们后面会跟大家介绍。那大家会看到说，一般的桑霸我们都会用就是平放的方式去做静态展示，但这款 SC9S 我采用立放的方式。并不是说它平常是这样去做播放，而是要凸显它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著名的标记，就是在正中间上方会有一个皇帝位的天空声道，这也是 LG 它的桑霸产品最令人应该说就是最有标志性的一个象征哦。那这个皇帝位的中央声道听起来效果怎么样？我们就后面跟大家说明。那一样这一集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听感的分享以及一个参数的调整。那在后面的章节我们就会跟大家讲到。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SC9S 它的一些外观功能以及一些特点。在外观的部分，基本上它的宽度是97公分多，然后高度6公分多，深度不到13公分，算是一款中型的桑霸，那重量也不是非常的重。然后呢，它的单体的规格是原厂是写说 3.1.3， 其实并没有特别去讲说它用了几颗单体哦。其实我们从 LG 他们整个包含电视，下面电视有讲说 NanoCell 1奈米科技，它的一些文宣也没有特别去提到一些技术的细节。但基本上 3.1.3 的一个规格，我们在桑霸上面，可以推断说，基本上它的左声道、中声道、右声道，以及呢它的这个上方也有3颗的天空声道单体。那在它的背后还有开2处有格栅的设计，里面会看到还有类似重低音的单体。那这部分就不知道它是属于一个被动式的这个低音辐射器，还是属于主动发生的低音单体。那简单来讲，它应该是有8个单体所构成。然后正面的部分呢，就是金属网罩，然后上方的部分呢，两侧是金属网罩。那中间的部分就是它的一个圆形的这个皇帝位天空声道单体。然后呢，在后方接孔的部分，它有一个 HDMI in 以及一个 HDMI out。那特别要讲的是说，它这个 HDMI in 呢，支援这个VR 还有 ALN， 就是可变更新率，还有自动游戏模式。然后呢，但是它这个最高只支援到 4K 60帧的一个规格啦，所以目前来讲，你接 PS5 它是可以算是满配支援的。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光纤输入以及 USB 输入。那老样子，如果你要享受最好的音效，你应该是要有一台支援 EARC 的电视，把你的讯源呢都接到这个电视上面去，然后透过电视的 EARC 的接孔与这个桑霸的 HDMI 输出相连哦。那桑霸它上面 SC9S 所给的这个 HDMI 输入，就是给一些比较可能老旧的电视，它没有支援 EARC， 那你一样可以透过这个SC9S 去做一个接一些外接的设备，不管是 PS5 啊或 Apple TV， 去享受这个杜比全景声的一个音效。好，那讲到音效，它所支援的基本上也就是大满配了啦。DTS:X 它支援，然后这个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然后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它支援这个 IMAX Enhanced 的规格。IMAX Enhanced 这个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它目前来讲，其实它是有包含这个 IMAX 认证的视讯以及音讯，只是说你目前这个你比较常看到 IMAX Enhanced 的规格，在这个 Disney Plus 上面可能会比较串流平台上比较常看到。目前 Disney Plus 它只说它支援这个 IMAX 的一个视讯，但是它的音讯的部分还没有支援。那音讯部分只要是 IMAX Enhanced， 它大部分都是用 DTS:X 去做这个编码。然后 IMAX 的规格看起来是怎样？其实我觉得用实际画面跟大家讲最清楚哦。你一般看电影的时候都会有上下踩黑边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你看你从 Netflix 上面去看那个汤姆克鲁斯的《不可能的任务》全面瓦解。它最后一段直升机的片段，你就会看到它有整个满版的画面，这就是 IMAX 所要呈现的一个大画面满版的感觉，就你不会有那个黑边踩边。好，
那讲完了它的一个这个视讯的音讯的规格之后，我们来讲一下它的串流音乐资源的规格，像平常常用的 AirPlay 2，然后 Chromecast 它都有支援。那像那个 Tidal 高音质的音乐串流软体，它也支援这个 Tidal Connect。特别要讲一下说，它还支援这个 NQA 的解码。NQA 解码是什么呢？其实之前我们就有讲到，就是 NQA 公司他们就是破产的那一集哦。那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 NQA 它就是一个压缩的编码。那以目前市面上通行的这个 NQA 音乐来讲，它都是比 CD 音质还要好的一个音乐档案了。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 SC9S 它的一个特点，就目前支援 NQA 的3把是不多见的。好，那讲完它的外观、它的一些接孔之后，我们来讲一下它的特点哦。基本上它的特点，当然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中央的一个皇帝位的天空声道，那当然这听感我们后面跟大家分享。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它可以跟就是今年度以及去年度的一些型号的电视，它可以去做搭配。他们 LG 家有专有的这个叫做 WOW 的一个音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电视跟Soundbar搭配的时候，可以一起去做发声哦。我们传统的电视去搭配Soundbar的时候，其实电视的喇叭它会去静音，去浪费掉。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用 SC9S 去搭配 LG 自家的电视，它可以让电视的喇叭跟这个Soundbar一起发声。那我必须说，这个效果去加强了之后，其实它整个的规模感跟天空声道的那种明确的程度都会大大的提升哦。那接着呢，它还有一个 WOW 的无线连线模式，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今天你不想要电视接一条 HDMI 线到Soundbar去做音讯的传输，它可以透过无线的连接去做播放，所以基本上它帮这个我觉得算是布线上面算是给了很多的弹性，因为很多人不喜欢Soundbar到电视中间有一条线，那有时候它装潢又没有去做一些对应的措施，就是这条线又省不了，他就会觉得很多人他就心里面就觉得啊，看到那一条线就很不舒服。那 SC9S 我觉得也大大的程度的去增加了这个美感的部分，而且你看像 LG 他们家的 OLED 电视都做得非常的薄，所以这整个美观的上面，我觉得LG 他们家是真的是非常的注重的。好，那讲完了它的一些特点，然后讲完了它的一些接孔之后，我觉得我们让大家实际听几首音乐，来感觉一下它的音色，然后以及呢一些电影的片段。那关于说怎么调整以及它的听感的分享，我们就等听完音乐再说吧。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6月日落，在一起许7月的流星，8月温柔，只愿那未来的浪漫以及你 All about you。 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6月日落，在一起许7月的流星，就数到3的那么转为主，就表现的黑要 suffocate 为主，就 I'm alive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you， 就表现的黑 I'm always here for you。 更扎的越深，梦的就越真，像扫破船一样。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
那刚刚听完 SC9S 一个音效效果之后，其实我们刚刚还忘了介绍说它还有一个搭配的无线重低音，那就是在我右手边的这一款重低音。那重低音的话，基本上它的正面以及它的侧边是用这种布包裹着，然后上面的话就有点像是金属拉丝的一个工艺哦。它整个大小的话，宽度20几公分，然后深度33公分，高度呢是将近39公分，就是以重音来讲，的确不算大。那我的第一印象会觉得说，它的低音也许量感并不是很大，然后整体的Soundbar它可能是强调在它的天空声道的部分，因为毕竟它有一个中央皇帝位的天空声道嘛。但是我实际听完之后的感觉，我觉得其实 SC9S 它的3个这个天空声道，它并不会给你一个很强烈的这种正上方头顶正上方的音效，但是我觉得它营造的是一种非常难以用言喻的一种空间感。怎么讲？就是说它会增加很多声音的一个它的立体感。这个立体感又不是讲说它的左右的定位非常明确，而是在讲说它整个在空间里面有那种自然回音的感觉会被加强许多。像我觉得这个特点非常适合，不管是你只要基本上亚洲的这种住宅集合式住宅的空间，我觉得非常适合。为什么？因为你一般你在听声音的时候，假如说我现在我这个空间可能20几平，然后又非常的空旷，所以回音其实是非常足够。但是你在一般的室内听的时候，其实你的回音大概又有家具，你不会有什么那种回音的感觉。那这个 SC9S 它可以把你的整个的，不管是一些枪声或者是一些鼓声、节奏声，我觉得它听一些流行音乐有节奏的，是非常有感觉的。就是它会把一些那种声音变得非常的有环境音的感觉哦。就有点这么讲，它就有加一些 echo， 它就加的非常的自然。所以像我看了一些电影的片段，像是 Netflix 上面有《西线无战事》，然后这个《惊天抢救》第1集，然后甚至用他看了《惊天抢救》的第2集，也就是最新出的雷神索尔演的那个，然后以及呢，我最近很喜欢测试的叫做《不可能任务全面瓦解》，就最后一段他那个直升机，就是阿汤哥在直升机上面跟坏人搏斗的时候。而且他们在近期 Netflix 把这个电影从原本的5.1的音效变成一个 Atmos 全景声的片段，所以你用好的Soundbar听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那个头顶的直升机的那个螺旋桨的声音非常的明确。那 SC9S 我觉得他在听这个片段的时候，主要还是说他的一个声音的，它并不是说它正上方的那个螺旋桨就会非常的，你就觉得好像有螺旋桨一直在转一样。它的强项我觉得不是这边，它是整个会让你觉得说这一支宽度不到100公分的Soundbar，它的整个声音的规模会非常的能量感非常的强烈，而且它的重低音喇叭虽然说不是非常深沉，然后量感不是非常爆的那个类型，但是我觉得它在一个声音的值、低音的值跟低音的量上面很好的去做到一个平衡，就是我觉得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 SC9S 就是平衡，就是它从听音乐、看电影，我觉得都算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状态。你不会像有些Soundbar它是很适合去看电影，有些Soundbar它是听音乐很好听的。SC9S 我觉得基本上它两者都做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那这个是我主观的听感的分享的部分。接着我们进入到它一个音色调整的环节。那讲到音色调整，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注意到说，我没有讲到 SC9S 它的遥控器。那它当然它本身是有附上一个遥控器的，但是当你把 SC9S 配上你家中的 WiFi 环境之后，你是可以透过它的 LG 专属的一个 Soundbar 的 APP 去控制这整支 Soundbar 的。所以像我来讲，其实我蛮懒的，我不太喜欢再拿一支遥控器出来一直去按，所以我就全程都是用这个 Soundbar 的 APP 去做操作。那我们进到这个 LG Soundbar 的一个主画面哦，它的 APP 画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播放的什么音讯的规格，然后要设置什么样的一个音效，以及呢它的输入源去做切换啊，音量的调整，然后在底下它还有一个属于 AI 空间校正的模式，然后以及它的一些 EQ 的调整。那这边的话，我首先会怎么做呢？首先我会确认它的一个音效模式哦。音效模式里面一点进去，其实它会有琳琅满目，我记得6、7种以上的音效可以让你去选的。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工程师的浪漫啦，就是工程师的想法就是说，我给你就是山珍海味108道这个满汉全席，你尽管选你要吃的。但是我觉得对一般的观众朋友来讲，你应该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那种，就像我一样，我也比较懒，我喜欢一招鲜吃遍天。
所以我就直接选说它的第一项就是这个 AI 的声音的一个音效模式，因为看它的叙述也很吸引人，就是依照你所使用的场景去选择适合的音效模式。其实我觉得工程师可以把这个叙述再改的吸引人一点，就是说我们会依照你目前所看的画面，从底下那个琳琅满目的大概7、8项的音效里面去选择一项最适合你的这个模式。我觉得这样一写，大家就瞬间觉得说把那个音效列了那么多啊，琳琅满目的就非常的有意义了这样子。好，那我们在确认音效模式之后呢，我们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做一下它的这个 AI 空间校正的功能哦。其实现在来讲，我觉得Soundbar产品要这个空间校正非常的重要，因为一般的Soundbar你搭配一个重低音喇叭，其实它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网友常在网络上看说，我的Soundbar配重低音，可能展场听很好听，回家听都觉得好轰。其实轰就是因为重低音它有一些声学上的特性，摆放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很难靠摆放去做避免。那这时候有这个空间校正，它就可以让它的整个Soundbar跟重低音的衔接会是更顺畅的。而且特别要提的是说，一般的空间校正都会是那种机械式的测试音，但是 SC9S 它就是用一些我这时候听有流水声啊，有那种翅膀的声音，就是比较自然的声音去做校正，也比较有趣。好，那做完这个校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它的一个细部调整了。首先呢，我会先确认它的声道的音量哦。在它的声道的音量调整的部分，其实它会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就是这个低音喇叭位准，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就是重低音的音量。那接着就是居中扬声器的电频，这是中置声道的音量。接着呢，有个上方麦克风的音量，我觉得这个翻译就比较不好，其实它应该在讲说上方的天空声道的音量。那接着呢，还有一个后置扬声器的电频。那目前 SC9S 它是没有这个后环绕扬声器的，但是其实 LG 他们系列的Soundbar其实都会有做这个东西，不是说做不出来，只是说韩国方面有没有要推出，以及台湾的引进的时间点为何哦。好，那底下还有一个环回音效设定，我这边都选关闭，就是我不会去选打开啦，因为打开之后其实它的 echo 感会变更重，但是我觉得这后续调整上面其实它会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打开这个之后，你的中置声道跟天空声道的音量如果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它就有一种那种时间差的感觉出现，所以我这个环回音效我是把它关闭的。那在低音喇叭部分，我觉得开到正3会比较符合一般人对看电影的亮感啊。然后中置声道正3，我也觉得人声讲话比较近。然后天空声道呢，我是选择正5，因为这样子看那种你像那个直升机的片段还是比较有感觉。那其实做完了这部分呢，接着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阶段，叫做它有一个简易2段式的 EQ 可以做调整。那一样就是常见的高音跟低音呢。那高音这边一样就是人声的锐利程度，我是开到正2。那低音的部分我是开到正4。其实这也是跟那种低音的饱满的程度有关。所以它的调整基本上非常的简单。你看它的步骤就是先怎么做？你先确认你要的音效模式，你去做它这个自动的空间校正。那第3个你去做声道的音量的一个加减。那最后第4个你去调整它的一个 EQ。基本上这样就完成了，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去看你喜欢的看电影或听音乐了。好了，那最后要做一个这个 SC9S 一个总结哦，就是说，这支Soundbar其实我觉得推荐给，当然如果你是2023年度、2024年度你要买 LG 新款电视的人，我当然首选会推荐你说，你先听听看，你搭配这个 SC9S 所搭配的一个声音。当然说，目前来讲 SC9S 它没有后环绕喇叭，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板，因为毕竟在现在的Soundbar系统里面没有后环绕，我觉得还算是非常可惜的。但是我相信 LG 其实他们有相对应的产品啦，只是说目前还没有推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你看其实目前呢各家的这种电视品牌他们都推出Soundbar，对不对？而且他们也强调说他们的Soundbar跟电视搭配会有特定的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目前的电视厂商他们都越来越想去争夺这个Soundbar市场了，而且他们想从Soundbar的市场去回推电视。什么意思？今天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要买 LG 的电视，你就要买 LG 的Soundbar。但是如果你喜欢 LG 的Soundbar，你也要返回来选择 LG 的电视。它就是要从声音整个声音影像的体验去绑住消费者，让消费者去买一整串的产品。那更不用讲说，其实 LG 它在整个家电的部分，它是非常厉害的，它有洗衣机啊，什么都一应俱全嘛。那再来就是说，它可以打造整个非常你在准备了这个 LG 电视、LG Soundbar、LG 的家电产品之后，
你就可以打造一个这个前所未有的智慧家庭。就这个东西，其实你在10几年前就有，但是智慧家庭系统，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些那种像 Crestron 啊，或者什么 Fibaro 啊，那种都是20、30万起跳的，甚至做到100、200万的都有。但是以 LG 来讲，你当全部都用 LG 家电的时候，那个整合起来是非常的轻松写意的。我觉得使用起来，包含空调，也是目前真的是顺畅度，整个 APP 的流畅度操控起来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我觉得 LG 产品它其实强的，你看不止它的电视，不止它的这种家电产品，在于说它整个东西组合起来的时候，那个整合性还是非常的好用的。当然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啦，重点还是说这个Soundbar的一个声音的本身哦。SC9S 我觉得它真的是，如果你喜欢看电影又喜欢听音乐，然后呢，你一定要听听看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种算是空间感的一个音色的特色。然后，如果你是我们刚刚讲的说，如果你是要买新年度的这个 LG 电视，你一定要搭配它听听看嘛。但是如果是你是买其他品牌的电视，但是你想要3万出头，就是3万左右，然后想要一支Soundbar配一个重低音打死，就是直接简洁的搞定的话，你也可以听听看。因为以目前来讲，你要3万出头，然后就是你要单键式的，或者是你要加一个重低音的这种音响产品，也是不多见。那我觉得 SC9S 它就算不搭配 LG 的电视，它其实它本身的音色也还算是非常有特色的。好，那这次的开箱介绍就到这边，那也欢迎大家来我们麦式音响的门市实际体验一下这个 LG 新款 SC9S 这个 3.1.3 Soundbar 的一个独特的声音魅力哦。那有任何想听想看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做留言哦。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